不行不行，显县官做受潮虚汗了，这活我干不了，得送县城。送县城，一来一回天都黑了，今晚神雕八卦的大结局看不成了。哎，胖妞呢？快喊胖妞过来，她脑子灵。胖妞，过来搭把手。周叔，烙铁借我10。神了！胖妞这手艺，可惜是个女娃，不然铁定是工程师的料。胖妞，村口邮递员喊你，有你的挂号信。姜铁男，省工业大学，好家伙，今年的县理科状元啊！哎，这还有你家的姜宝讨，你弟吧？县专科，行啊，你们家一门双杰。谢谢。算着日子，通知书今天就该到了。你说，要是俩都考上了，咱家这钱可咋整？还能咋整？砸锅卖铁也得先供宝库。咱家就他一个男丁，指着他传宗接代呢。哼，妈，您就瞎操心。我姐她那脑子除了会拧螺丝还会干嘛？能考上高中都是烧高香了。也是，那丫头的心思全在那些破铜烂铁上，考不考得上都一个样。女娃读再多书，最后还不是要嫁人。隔壁村李大强家托人来说了，彩礼给的足。大强家那彩礼够宝双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弟的，考上了，宝华考上了！我就说嘛，你的呢？没。我就知道，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白瞎了供你读那么多年书。供你到高中毕业，仁至义尽了。这事儿别说我们偏心，是你自己没那个本事。姐，我早跟你说了，看那些破烂没用，现在信了吧？行了，明天大强家来人，你把自己拾掇干净点，那彩礼正好给。我不嫁。你说什么混话？我去打工。挣钱供跛魁上学，这钱我还了，但是我不嫁人。你一个女娃打工能挣几个子儿？嫁过去钱是现成的。我说了不嫁，钱我来挣。妈，姐不嫁就不嫁呗，她去打工钱还不是一样寄回来，省得那个李大强看着就土，将来我还得管他叫姐夫，丢人。拿着，路上吃。给宝库的吧，给他煮了4个，分你2个。你这死丫头，妈不是不疼你，家里就这条件，你别怨爹妈。我不怨。到了城里，别不舍得花钱，也别跟人置气。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师傅，麻烦开慢点儿。给家里写信。知道了。沈少，我还是不懂，你放着德国公司的高薪不干，非跑回这山沟沟里跟车，图什么？办公室里闻到的是香水，车间里闻到的是铁锈。咱家那厂子生没生锈，得凑近了闻。那也不用您亲自来闻啊。再说，下一步您还要进厂当学徒，采购、运输、生产，一条线上有多少蛀虫？不钻进去怎么知道？我那个厂长老大爹心太软，被那帮人糊弄到多少年了？您一硕士，去跟初中生一起拧螺丝，这事儿可得烂肚子里。放心。哎呀，又抛锚了！哎，这德国发动机就是金贵，半个钟头了，毛都看不出来。看啥看？小姑娘家的，这玩意儿你认识吗？赶紧走！化油器主量孔堵了，混合气过稀。你怎么听出来的？熄火前排气声发闷，回油时有肥火。哎，你别乱动，这可都是进口件，弄坏了你赔不起。3分钟。打火。
姑娘，你真是神了！师傅，你这手艺跟谁学的？自己琢磨的。去哪儿？进城，红星厂找活干。哟，巧了，哥们儿，我也是去红星厂报道的学徒。来，上车，正好捎你一段，省得你2条腿跑断了。谢了。红星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安静！这张图，新引进的德国设备上的减速箱，谁能给我讲明白？头一个转正。主任，我来。这不就是咱们厂蒸汽号减速箱的仿制版吗？闭着眼我都能画出来。齿轮磨略 2.5， 传动比1:4，热处理用咱们厂的老法子淬火臼。错了。你说什么？你一个山沟里来的，摸过进口图纸吗？别在这儿不懂装懂，丢人现眼。这是德标，不是国标。齿轮用的热处理标准不一样。你按老黄历算，用不了1个月就得崩齿。没错，没错，我说怎么看着别扭？这丫头说的跟总工办那几个大学生熬了好几宿才算出来的数据一模一样。神了，他脑子是电脑啊！刘强这下脸丢大了。得，金子掉进坑里还是亮的。说，那个姜铁男，他让我当众下不来台，您给我做主。年轻人受点挫折是好事，既然他这么能干，就该去最锻炼人的地方。您的意思是，电焊车间不是一直缺个打下手的？我看就挺合适。哟，姜铁男，恭喜啊！分到电焊车间，那可是咱们厂的光荣。火星子能把眉毛都了了，夏天跟蒸笼一样。看你这身细皮嫩肉能撑几天？完了，那不是赵铁锤师傅的地盘吗？他最烦女人进车间。听说上个想进去的女工被他一个茶桶子砸在脚边，骂得3天没敢进厂门。电焊，所有核心设备的材质、结构、应力点都要从这儿过。这哪是车间，这是免费的实验室。你笑什么？谢了。李主任，等等，这名单是不是印错了？我沈宇也申请去电焊车间，麻烦您给添一笔。一个傻子配一个愣子，绝了！走，技术员同志，咱俩搭个伴儿，以后我给你递扳手，别给我添乱就行。好得很，我等着看你们俩怎么哭着从那火坑里滚出来。谁让你动焊机的？手生的跟鸡爪子似的，不好好扫地擦油污，跑这儿来吸铁烟。去，把那边的钢板给我码整齐。师傅，我想学电焊。哼，学电焊？你知不知道这玩意儿多大的烟，多大的火？火星子见脸上留个疤，我看谁还要你。我这儿不收女徒弟，趁早卷铺盖回你们山沟里，不比在这儿吃灰强。我不怕留疤，也不嫁人，我就要学电焊。犟驴，烫着脸，我看你怎么哭。今天打菜的师傅手抖，给我打多了，你帮我分担点。不用。白天搬的那批钢板有数了？各木矾钢，给锅炉用的，退火温度区间很窄，厂里的老设备不一定行。晚上还练？废料堆里还有点边角料。哟，沈大少爷，放着大鱼大肉不研究，改跟人研究废铁了，口味够独特的啊！没脏，能吃。哎，看，又是这俩，可不是嘛？你说这赵铁锤也真是的，
放着这么好的2个苗子不教，天天让人家小江搬钢板，这不是耽误人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臭脾气，我看啊，他也是怕这俩是3分钟热度，吃不了这苦。再说了，没准就是在考察呢。考察？都快半个月了，天天晚上雷打不动的来这儿练，这股劲儿感觉不一样。这俩傻孩子。江铁男还在这瞎折腾呢，你现在跟我服个软，叫声强哥，我让我叔把你调回流水线，怎么样？看，这是鱼鳞汉，我练了3个月，连条直线都拉不匀，他这……你自个儿练的？谁让你动我柜子里的物质的？知不知道那玩意儿多贵？就让你这么糟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赵铁锤的关门弟子。我倒要看看，以后哪个不开眼的敢动你一根汗毛！紧急通知！1号车间德国进口生产线全线瘫痪，所有技术员立刻到岗。重复，生产线全线瘫痪。愣着干什么？跟上！汉斯先生，这跟合同上说的不一样啊！再停下去，我们全场1000多号人这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合同是你们的人野蛮操作，导致转动轴过热爆死，这属于人为损坏。维修费50万马克，停工最少1个月。50万马克，他怎么不去抢？就是机器自己停的，凭什么赖我们？卡脖子卡到我爹头上了，真当这里没人了？不用1个月，跟工人操作也无关。胡闹！这是谁放进来的？保安呢？给我带出去！是你们的齿轮组设计有缺陷，你们没计算中国南方的温差和湿度变化，金属热胀冷缩系数超出了临界值，所以卡死了。哈哈哈哈哈哈！一个黄毛丫头来质疑德意志的工业标准。好，你来修，如果修不好，你们厂双倍赔偿。天南，你别冲动，这赌不起呀！这是我赵铁锤的关门弟子，他说行，那就一定行。老赵，你疯了！李总工，厂长不在，我拿我这8级工的牌子赌，我信他。给我半小时。半小时？用不了，我不光能修好，还能顺手把你们这个设计缺陷彻底焊死。狂妄！上去了，小江真上去了，你可得给咱们争口气啊！丫头，给他们看看真本事！开挂！饿上了！断了！真的断了！不可能！你绕过了安全系统！你这是野蛮操作！我只是绕过了一个报假警的传感器，连温差都适应不了的安全系统，不是安全，是障碍。你这是对德意志工业精神的侮辱！能解决问题的技术才是技术，解决不了问题还要讹诈50万马克的标准，才是侮辱。金兰，好样的！你给咱们全场1000多号人把这50万马克给挣回来了。总工，我就是顺手。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等厂长回来，我第一个打报告，破格提拔江铁男为技术员，谁不服来找我。好，早该提了。提！看见没？这就是我关门弟子，服不服？我问你们服不服？行啊，江师傅，一根铜丝就把德国专家干趴下了，回头教教我。少贫嘴！凭什么又让他撞到了？这不是简单的短接，他跳过了整个逻辑判断模块。疯子，这思路简直是个疯子！强子，这回服了吧？人这脑子咱比不了。服开！谁服了？
叔，那个江铁南当着全场的面打了德国人的脸，李总工还要提拔他当技术员，这口气我咽不下。坐。我坐不住。谁说我不管？你有办法了？强子，你看的是他修好了机器，是风光；我看到的是他得罪了汉斯，是麻烦。麻烦？他这是给厂里立功啊！立功！他用一根铜丝抽的是汉斯的脸，打的是咱们和德国人那份价值几百万的合同。汉斯什么人？睚眦必报，这个烂摊子，你觉得李总工担得起，还是沈长林担得起？您的意思是拿这事做文章？他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声音才够响。汉斯的正式抗议信很快就会摆在厂长的桌上。江师傅，了不得啊！昨天全场都传开了，说你用一根铜丝隔空就把德国专家的脸给抽肿了。可不是嘛，小江，现在你在厂里可是名人，都说你是咱们厂的蒸汽包子。吃饭。名人也得吃肉，多吃点，下午才有力气继续抽他们。猛火爆炒是快，但锅烧得太透，就容易有暗伤。师傅，你什么意思？菜炒糊了。你说的是我短加电路瞬间的电流冲击，你说的是传动箱里的油星齿轮。什么星星月亮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玩意儿再转它2天，声音就不对了。师傅，坐下。你干什么？他肯定知道问题在哪儿。别出声，看门口柱子后面。一个掌勺的师傅，光用耳朵听就知道机器要出毛病。这水比你想的深多了。他说的没错，强行短接，齿轮倒角处肯定会产生应力集中，有微裂纹。我当时只想着快，忽略了。现在全场都盯着你，就等你这台机器再响一声，好把你昨天立的功变成今天捅的篓子。都看看吧，汉斯的抗议信。拒绝后续维保，这不行啊！怎么不行？人家德国人说了，机器被野蛮操作过，出了事儿一概不管。机器是江铁南修好的，他有功。他那一根铁丝把50万巴克的合同给捅黄了，这账谁背？你背还是我背？那你说咋办？把人挪个地方，避风口，免得汉斯天天揪着不放。挪哪儿去？后厨缺个帮工。你疯了！那是块金子，你把它扔后厨去切菜。明升暗降，对外就说体恤新人，调去后勤休整，好听吧？总工，汉斯那边压得紧，先忍吧。这是糟蹋人啊！江铁南让你出风头，这工迟早变成你的催命符。后厨让我关门弟子去后厨刷锅。刚立了大功就被发配，这也太黑了，这不是明摆着整人吗？我找刘建业那老狐狸拼了！这8级工的牌子我不要了。师傅，你拦我干啥？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切？师傅，只要厂里还有机器转，我在哪儿都能学。你去拼命，您没了牌子，我也得走，两败俱伤，他正高兴。犟驴，比我还犟。我跟你去，后厨我也帮工，给你打下手。站住！我跟着你怕你受欺负，咋了？师傅的养汉绝活你还没学会，别让我看不起你。听见没，臭小子，给我留下练汉，练不好我打断你的腿。那你个人小心点儿。放心，后厨那地方未必比这差。一个炒菜的能听出齿轮的病，后厨才是这厂里最深的水。哟，这不是咱们厂的一根铜丝英雄江师傅吗？怎么着，德国人的生产线修的，咱后厨的土豆削不得？少说2句，刘主任亲自点的名。嘴闲着就去把泔水桶刷了，手闲着就滚出去。切丝厚度1毫米，公差正负0.1，切不好，今天全场的土豆丝你一个人包了。
忘了焊枪，忘了扳手，现在刀就是你的新刀，土豆就是齿轮皮料，每一刀下去的力道、角度都得喂给你的肌肉，让它自个儿记住。你看那丝儿，透亮的，根根都能传针。光有速度和精度不够，逆向工程懂吗？给你一道菜，你要尝出它几点放的盐，火候错了几秒，脑子才是最准的卡尺。把这勺油淋在肉丝上，油温要听，声不对，整盘菜就废了。不是炸响，是呲啦一下的脆响。你听，这年头还能沉下心跟一块铁、一锅油较劲儿的年轻人不多了，是个能守住火种的料。江铁男，工资自己点清楚。看见没，江铁男，上回那么大动静，奖金1分没有。你不知道，听说他把德国人得罪狠了，是刘主任亲自发的话，调他去后厨刷锅，给他穿小鞋呢。又是季老家啊，地址没错吧？湘西江家村。还清了，我的人生才算开始。老板，这本怎么卖？德文的，没人看得懂，5块钱，你拿走。就这些了，够吗？够了，够了，姑娘，你看得懂这洋码子？他爹，你快来看，铁男寄钱回来了！大惊小怪什么？你看看这数，比上回还多了1大折。乖乖，这哪是打工挣的钱？我就说，咱家铁男出息了，修那国大机器的人能是普通工人，这指定是管人了，当上领导了。领导好啊，领导有钱。咱得赶紧让宝库去城里，靠着他姐，以后咱们家在村里就能横着走了。抽，都抽！我姐现在是红星厂的技术大拿，德国专家都得听她的，这点烟钱算个屁。宝库，你姐真这么牛？那可不，改天放假，我带你们进城开眼，全程我姐安排。宝库，你腕儿大，结账啊！小意思。宝库啊，妈跟你说个天大的好事儿，你姐出息了，她在厂里现在是个人物了，钱大把大把的往家寄。真的吗？她真当上领导了？那还有假？汇款单都在我手里攥着呢，你赶紧去找她，让她给你安排个好活，沾沾光。我就说我姐是干大事的，姐，我来了，以后咱俩一个当领导，一个当领导的弟，多有面子啊！同志，我找江铁男，你们厂的技术员，管德国机器的那个。名字、单位。我叫江宝告，他亲弟弟，找我姐还需要登记？技术员，没这号人。不可能，他修好了德国生产线，全场同胞表扬的。找江铁男啊，后厨倒是有个叫这名的，往里走，食堂后头。后厨？姐，他们说你在后厨，你真在这细挑？我刚跟同学吹完牛，说我姐是红星厂的技术大哉，你让我怎么跟人说？我的脸往哪搁？后厨种地不是菜市场。你看看你这样，我带同学来，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觉得丢人？这不丢人吗？全校都知道我姐是女英雄，结果呢？结果在刷土豆。你让我以后在学校怎么抬头做人？你在这吼什么？你谁呀你？我跟我姐说话关你屁事儿！你知不知道他为了给你寄学费，奖金被扣，从技术岗被踢到这儿来刷锅洗碗？你倒好，跑这儿来嫌他丢你的脸。她是我姐，她有本事就该拉我一把，这有什么错？她不欠你的。申宇，他说的对，我就是欠他的。从我爸妈决定只供他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欠着了，所以现在我还完了。恩情是债，还清了，我就不欠这世上任何人了。歇菜了，这一冰箱的鲜肉，天亮前全得完蛋。别吵。压缩机没问题，是李文记循环管道在密封罩里头堵死了。能拆，我给你递工具。焊死的，一体封装。不可能啊，总得留维修口，要不用撬棍沿这条焊缝试试，死马当活马医。这是真空密封，撬了整个压缩机直接报废，拿你的工资赔啊！那怎么办？
德文图纸上根本没提这罩子怎么开。3更半夜不睡觉，在我这儿偷肉吃。丁师傅，不是，是冰箱坏了。让开，一群暴徒！师傅，这盖子焊死了，动不得。哼，谁让你动盖子了？德国人就爱玩这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着焊死，底下留了3个防拆的暗销。暗销？第一颗逆时针90度，第二颗顺时针45度。我靠，这怎么可能？图纸上根本没有。这不是修理，这是逆向破解。通管子这活儿自己会弄吧？师傅，你到底是谁？说了，炒菜的。炒菜的能闭着眼拆德国防拆所？话多。明天私自动我东西，罚你们俩一人多削100斤土豆。别，师傅，我这手是拧螺丝的，不是专业削皮的。那就200斤。这双手绝不止切过土豆，这是摸过炮管的手。这后厨比我想的还深。这破玩意儿又要起飞了！再震下去，房顶的灰都得掉锅里。不止这一台，家属院里一半的洗衣机都这德行。刘主任当年引以为傲的耐用款，现在全成了跳舞款。内筒的配重块偏心了，震动没经过缓冲，全让底座硬扛着。有办法？不修改。他要震，我就把他想震的力变成热能耗散掉，给他加4根液压减震杆，震一下，杆子吃掉一半的力，剩下的就老实了。绝了！这要能成，全厂的破烂都能盘活。走，找刘建业去。刘主任，旧洗衣机脱水震动问题，加装液压轴可以解决。液压轴，小同志，这批洗衣机是我当年亲自去谈的型号，全厂用了10年都没问题，稳定，压倒一切。主任，现在不是10年前了，这不光是稳定问题，更是安全隐患。咱们把报废的机器修好了，还能当福利发给新来的职工，一举两得，给厂里省钱，多好！省钱？我看你们俩就是闲的。一个技术员苗子跑去削土豆，一个学徒不好好练活，跑来跟我谈设计。厂里没1分钱预算给你们搞这种瞎折腾。想搞实验？行啊，自己掏钱买零件去。没零件，再好的图也是废纸一张。刘老狐狸就是算准了，我们搞不到。市里的废品回收店应该有报废车拆下来的液压杆，可是我……图纸上的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但图纸外的事儿，交给我。你把型号、尺寸写给我。等着，我把废品站给你搬回来。我的天，神宇这是去挖矿了，拉回来一整车铁疙瘩，都是液压杆。跑了8个废品站，差点跟收破烂的大爷打起来。你点名的14号梅花扳手给你请来了。没错，这俩棒挺还真能折腾。刘建业，你说我瞎折腾，我就折腾出个新天地给你看。同志，跟你打听个事儿，咱们厂那个技术最厉害的姜铁男上哪儿找？又来了，天天来这儿吹他姐是技术大奶呢。技术大奶，我昨天还看见他在后厨通堵了的下水道呢。姜铁男的软肋自己送上门了。哎呀，是宝库老弟吧？你姐可真是咱们厂的宝贝，可惜啊，性子太倔，在后厨太屈才了。刘主任，您说的是，我姐就是一根筋。我一直想提拔她，可她最近非要琢磨那个什么洗衣机喊震改造，图纸藏得严严实实。我这个当领导的想帮她把关都没机会。宝姑啊，你是大学生，有文化，能不能帮我个忙？主任您说，你去看看，就说帮姐姐参考参考，把图纸拿来给我瞧一眼，只要方案可行，我立刻签字，把你姐调回技术科。顺便，这是给你的生活补贴，多买几本专业书看。主任您放心，我姐她敢不给我这个弟弟面子，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我刚看见刘建业那老狐狸把你那个宝贝弟弟叫进办公室嘀咕了半天。偷，我送给他。送？你疯了？那可是你好几手的心血。支点偏3毫米 ，K 值是空的，这张图就是个废铁架子。你这是埋雷？姐，忙着呢，我来看看你。坐吧，我去给你打点热水。哎，好，姐你快去。就是这招，主人要的就是这招。姐，这回弟弟帮你立大功，以后你在厂里更有面子了。拿去吧，这张废纸够刘建业摔个大跟头。李总工，您看，关于洗衣机减震的问题，我们技术科连夜攻关，总算是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这是液压减震，老刘，你亲自带队攻关的？厂里技术上的硬骨头，我不带头啃，谁啃？虽然熬了几个通宵，但值得。好啊，你个老刘，我就知道你关键时刻顶得上。经费我特批，人手你随便调，立刻安排试产，我要亲眼看看效果。江铁男，你的功劳我收下了。通电，让大伙儿都开开眼。不对劲儿，这动静比没改之前还大，它要散架了。慌什么？这是正常磨合，马上就稳了。停！快把电给我断了！这就是你说的攻关成果，这他妈是土，差点把我的试验车间给点了。总工，这不赖我，肯定是材料，是那批钢材有问题。是他，我想起来了，这张图是江铁明画的初稿，是他故意画错了参数，他要害我。怎么又关江铁明的事儿了？图是我画的初稿。什么？你承认了？你果然是故意的。一张完整的图，不只有结构，还有参数。那张图我故意抹掉了弹簧的 K 值和减震杆的支点坐标。偷图纸的人看得懂线条，却算不出力道，没有那2个数，这就是一堆废铁。你血口喷人！技术是靠手和脑子磨出来的，不是靠偷几张纸就能学会的。老刘，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2个数，你现在算得出来吗？我算不出来，你就敢签军令状？你这是拿全厂的经费和安全开玩笑！你这个厂办主任是怎么当的？总工，你听我解释。不必说了。江铁蛮，从今天起，洗衣机改造项目由你全权负责，技术科全力配合，经费不够随时来找我批。是。行啊，江师傅，一张缺了2数的废纸，就把这个厂办主任给埋了，高，实在是高。别贫嘴，活还没干完。江铁男、沈宇，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汉斯先生，是我，刘建业。对，我这儿有笔关于江铁明的买卖，您一定感兴趣。老李，全厂的希望可都压在这台机器上了，再拿不下订单，别说奖金，连下个月的工资都悬了。你说的那个能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厂长就是他，江铁男。让一个后厨刷锅的来挑大梁，这不是胡闹吗？我看李总工是真没招了。厂长，时间不多，直接试吧。上水，直接开到最大转速。成了，这真的成了！废话，我赵铁锤的徒弟还能有假？我的娘嘞，稳了！他真跟钉在地上一样。这哪是洗衣机，这是咱们厂的救命稻草啊！江铁男同志，我代表全厂1000多号人感谢你。从今天起，你立刻调怀技术科，成立洗衣机改造项目组，你来当组长。要人给人，要钱要钱。是，厂长。汉斯先生，晚上好，是我刘建业。是的，江铁民的新洗衣机成功了。不，您先别急，这对您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它的设计虽然巧妙，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可以让它的技术和专利
你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铁的弱点。我这里有它完整的结构图纸，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个更完美的德国方案。汉斯先生，您看，这就是那丫头全部的底牌，电机、传动、减震，一个螺丝都没落下。有点小聪明，但上不了台面。洗衣机可以让他们卖，订单我们也可以给，但是只要零件还是我们德国的，我就让它的寿命缩短一半。到时候红星厂卖多少，就要背上多少口锅，他们的信誉会逐渐崩塌。这要是出了事故，厂里追查下来，那是你的事，刘主任。你要做的就是确保在出事前，江铁男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名单上。铁男，成了，省供销社的订单合同签了，咱们厂活过来了。可以啊，江师傅，现在整个红星厂你一个人扛一半。核心电机还是汉斯供货？什么？哦，电机，对，汉斯这次痛快的很，价格都没涨。哈哈哈，看来上次是被你收拾服帖了。怎么了？数据有问题？没，最终检测报告呢？我再核一遍。同志，找人，江铁男，技术科那个，我是他爹。江技术员忙着呢，你们去家属区等着吧。等什么等？你让他赶紧出来接，就说他家里人都来了。妈，小声点儿，人来人往的，像什么样子？老姜，你这闺女可真是咱们厂的功臣。那当然，我闺女从小就不是一般人。这是我儿子宝库，大专生，以后也让他来厂里帮他姐分担分担。爹妈，你们怎么来了？你弟毕业了，你现在是技术员，赶紧给你弟在厂里安排个工作。厂里招工要考试，他有本事就能考进来。姐，外人才考试，我可是你亲弟弟，你跟领导说一句话的事儿。铁男，你弟来了，你就得管，这是规矩。厂里不养闲人，他啥也不会，来了能干什么？你说谁是闲人？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你看不起谁呢？我这是养了个白眼狼啊，供他吃供他穿，现在出息了，连亲弟弟都不认了，没良心。这半年的工资都在里面，从今天起，恩情我还完了，你的路你自己走，我的工位你没本事就别想踏进一步。你给我站住！你这个不孝女！好，你等着，我不用你管，我非要混出个人样给你看。心里有事儿，刀就拿不稳。师傅，如果一台机器，你明知道它的心脏从出厂那天起就被人动了手脚，注定要坏，该怎么办？那就赶在它停摆之前，给它造一颗新心脏。造一颗新心脏，汉斯，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诡计快，还是我的焊枪快。大姐，心意我领了，但厂里招工得按规矩来。刘主任，我家孩子是大专生，您看能不能进采购科？听说那里油水足。采购科那可是盯着的人多、油水足的地方，犯错也最显眼。显眼好，说明有本事。那就让他从质检员干起。不过丑话说前头，这岗位很重要，搞砸了，谁也保不住他。谢谢刘主任，谢谢，我让他明天就来。越是显眼，摔下来才越疼。江铁男，这可是你亲妈给你挖的坑。铁男，这是厂办下的死命令。他连图纸都看不明白，这人我不同意收。江技术员，这是组织决定，不是菜市场买菜。他不懂业务，你这是给他准备一口锅。江同志，请注意你的言辞，我相信你会帮他尽快熟悉业务的。如果你没有其他工作要汇报，就请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强哥，以后这仓库的零件都得先过我的眼。少废话，那箱 M8 的螺丝，入库单你签的字，数对了吗？当然，320个，我亲手点的。那箱子明明是350个一包。哼，你是用眼数的，还是用脚数的？你什么意思？刘主任给他安排了好岗位，你可得好好带带他，别让他受欺负。娘，那是刘金岩挖的坑，他会害死宝姑的。什么坑不坑的？他是你亲弟弟，你不帮他谁帮他？这是规矩。这又是他几年前收的。这批 M10的螺丝全是次品。他就没看一眼？他看了，但他看不懂游标刻尺，在他眼里，这跟铁尺子没区别。完了，全完了！洋品牌一夜之间降价，他们的洗衣机比咱们的进货价还便宜，3个省的经销商全是要退货的。退货？各位，我早就说过，搞自主研发这条路走不通。那就跪下嘛！他们敢降价，凭什么？就凭这颗心脏是他们的。咱们一半的利润都进了他们的口袋，他们拿我们的钱，回头再来砸我们的锅。说的轻巧，那你打算怎么办？研发我们自己的电机，把心脏换成我们自己的。研发？你知道研发电机要烧多少钱吗？厂里账上还剩多少？厂长心里有数。等你的电机出来，厂子都要倒闭了。不研发就是等死。等死！我这有条活路，和汉斯先生合作，咱们挂他们的牌子，用他们的渠道，这是救全厂的唯一出路。代工对你们是最好的选择，你们有廉价的工人，我们有技术和市场。把厂子卖了，给洋人当车间，这叫活路？倒铁锤，这是在开会。汉斯先生是我们的贵宾，他是贵宾，我们就得当奴才。现在站出来，就是邵厂长替他出头，他要的是靠自己站稳，我得忍住。厂长，我知道您有顾虑，但现实是接受代工，下个月工资就能发；拒绝，下个月全厂停摆。田南，研发你有多少把握？半年，给我半年时间，一个工位，几个信得过的人。半年？你当这是在后厨切土豆丝吗？全世界都没解决的难题，你半年就搞定？江小姐，我很欣赏你的勇气，但是德意志工业用了20年才达到的高度，你用半年，这不是技术，是魔术。今天的会先到这里，让我再想想吧。就这台拆了，新流水线马上就到，地方必须腾出来。刘主任，这台老大哥还能用，精度比新来的都高，拆了太可惜了。可惜？有什么可惜的？汉斯先生亲自定的布局图，一个螺丝都不能错，这是给全场找饭碗。动手！住手！你们要砸的不是机器，是红星厂自己的根。你这是要造反吗？这是厂委会的决定。谁敢动这台机器一下？想动的先过我这一关。刘主任，砸了它，以后红星厂就只能给别人拧螺丝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疯了，这群人都疯了！刘强，你疯了！滚开！不准砸，谁都不准动他！你要造反，我可是你叔，这是厂里的决定。叔，别动它！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50年代的铸铁机，现在拿黄金都换不来。你砸了它，根就断了。强子说的对，刘主任，这活我不干了。
你吃谁的饭长大的？我吃厂里的饭长大的，不是吃洋人的饭。谁敢动这台老工程？别看我，我不是帮你。我知道。好的很，一个两个都反了，你们给我等着！还在，还好还在。刘强，你跟我不是一路人，但这一刻，你比谁都像个中国工人。电机必须自己造，不能再等了。汉斯先生，他们不肯拆，全场都在跟我作对，是时候用那张底牌了。刘主任，耐心是一种美德。当红星厂的信誉化为灰烬时，他会主动接受我们的条件。厂长，别看了，我签了。这不是合同，这是卖身契，把咱们厂的命根卖给汉斯。那你告诉我，下个月全场1000多张嘴，拿什么填？用你的图纸去银行换钱吗？铁男，厂长3天没合眼了。铁男，不是我不信你，是我赌不起，我赌不起呀！铁男，厂里1分钱都拨不出来了，你拿什么搞研发？厂里的路走不通，我就自己走一条路出来。老李，我把这厂里唯一的火种给亲手掐灭了。怎么着？准备回后厨找丁师傅报道，重操旧业了？你，我问你，是认了还是干？干！我就是去废品站收破烂，也得把这颗心脏给造出来。就你那点工资，买几根气波线都不够。那你说怎么办？明天下班，东门，带你去看个大家伙。沈少，这可是您的大老婆从慕尼黑空运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辆了。开个价，这成色3万。3万，光运费都不止这个数，你抢呢？4万，现金，现在就拿走。成交。沈少，您说过这车就是您媳妇儿。大老婆脾气不好，太烧钱。啊？这是什么？启动资金，铜线、硅钢片、绝缘漆，还有一台2手绕线机，都在里头了。你抢银行了？说了你也不懂，卖了点进口废铁。我不要。江铁男，你跟我犟什么？这钱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入股，投你的技术，投那颗电机。4万块，万一打了水漂呢？那你告诉我，从修电视机到现在，你什么时候怕过输？这钱算我借你的，连本带利。行啊，江老板，那得看你这厂子什么时候能开起来了。走，带你去看看咱们的地盘。江总工，欢迎莅临星火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部。漏风，我来赌。没电。隔壁废品站的老张答应了，明天就从他那儿拉一根过来。够了。什么够了？这地方够了。汉斯的路子是错的，串金结构用牺牲寿命换扭矩，那是蠢办法。那你的路子呢？永磁直流，砍掉它1半的结构，效率还能提1倍。成本只有它的1/3。星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厂里的路断了，我就在厂外用这星星之火烧出一条新路。汉斯，我一定要让这颗中国心在你的地盘上跳出最强的声音。宝库老弟，你是个文化人，
懂人情世故，不像厂里那些老顽固，只认死理儿。这批茶头出口德国的标准，你签了字儿，就是给我老马天大的面子。来，这杯我敬你。马哥，你放心，你是真朋友，这事儿包我身上。兄弟，就签个字，走个过场，回头我带你去省城见识见识。走，趁他没醒，把货今晚就送进厂。通电，抽检，这边着火了！断电，全部断电！强哥，你看这铜片薄的跟纸一样，这不是国标铜，是回收的杂铜，电子力根本不对。谁验的货？把验收单给我拿来。是江报库签的。废了，这一批全废了，30台。 30台机器全部报废，按照合同赔偿200万。200万？我没时间跟你们浪费，7天之内不到账，我的律师会联系你们。厂长，合同上是真的。真的！把江报库给我找来！厂长，合同没问题，问题出在人。我也不想相信，可证据都指向了江铁南的弟弟江宝库。他收了供应商的好处，签收了一批劣质插头，合同是你经手的。不用找了，这么大的生产事故，性质太恶劣了，我已经报了案，警察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沈厂长，我的耐心有限，7天。刘建业，你他妈签的什么卖场合同？这就是你给宝库的孩子挖的坑！赵铁锤，注意你的言辞。 白纸黑字，违约赔偿，你在这儿撒野有什么用？我撒野200万，这不是赔偿，这是要咱们厂的命！别吵了，老李，账上那点钱，连下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发，我怎么跟全厂1000多号人交代？7天后我来接收工厂。 气包线用完了，铁男出事了，你弟被警察带走了。为什么？30台代工的机器，电源插头全部烧坏，引起了火灾。汉斯要我们赔偿200万。刘建业报了警，说是宝铺收了供应商的回扣，签收了劣质零件。200万！他们给了7天时间，7天赔不出钱，厂子破产。 你弟渎职加受贿，数额巨大，要判重刑。江铁南，我问你，你手里这颗心脏，7天之内能跳吗？能。铁男，你弟被警察抓走了，他才20出头，你救救他，妈求你了！是爹没用，以前偏心了，你打我骂我都行，可宝贵是咱家唯一的根儿，他不能坐牢啊！200万啊！厂子破产了，你弟这辈子就毁了，你是他亲姐呀！他签的字儿，他担。你没有心，你就是个石头做的！ 你干什么？哭没用，想让他出来，就得先救厂。什么意思？回去等着。这丫头心真狠，你没看她掰手指的时候手都在抖吗？不对，电流不对。怎么说？插头是劣质的，过载烧了，不正常吗？ 看这个烧蚀痕迹，是瞬间高温熔断。插头再烂也只是导火索，根子在电机，是电机本身在异常过载。电机有问题，扶稳了。这里少了个东西，少了什么？这个位置应该有个模块，是什么？不对，这条路算不通，数据对不上。那就换条路。你忘了丁师傅说的，猛火爆炒是快，但锅本身也得扛得住火。
如果不是火太大，就是锅太薄呢？容错率是容错率，我知道了，这个位置是宽电压容错模块。德国电网稳定，220伏标准电压，他们的电机不需要考虑电压变动。但国内电网呢？高峰期、低谷期，电压上下浮动能超过10%，没有这个模块进行补偿，电压一变动，电机就瞬间过载。过载就异常发热，热量传到插头，就算换上国标最好的插头，顶多也就是多扛几个月，最后照样烧。所以，这不是设计缺陷，也不是偷工减料，这叫恶意减配。汉斯从一开始就给这批出口中国的电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他就是要等我们出事儿、赔钱、破产，然后跪着求他回来收拾烂摊子。齐了。证据链闭合了。德国原版电机有宽电压容错模块，出口中国的阉割版没有。我反向推算了阻抗和反电势常数，和德文原版手书上的数据不多不少，正好差了12%。12%，就是那个模块的补偿极限。这是物证，这是数据，这是标准，铁证如山。天亮了，去找厂长。你这是要跟汉斯，跟整个德国公司正面开战。他用技术俄洛，我就用技术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汉斯，天亮了，你的底牌我翻出来了。沈厂长，第6天了，明天就是最后期限，签了字，你们的痛苦就结束了。汉斯先生，再宽限几天。契约就是契约，200万马克，一个费力都不能少。厂长，签了吧，这是顾全大局，为全厂1000多口人留条后路。再拖下去，厂子就真的完了。签什么签？这就是敲诈！放屁！明摆着讹人。这位师傅，造成损失的是你们自己的人，我只是在执行合同。厂长，不能签。这字签不得。江铁男，谁让你进来的？保安呢？汉斯先生，认识这个吗？你们卖到中国的电机比德国原版的少了个东西。你在胡说什么？宽电压容错模块，德国电网稳定，用不着，但中国电压波动大，没了它，电机不出3个月必烧。你不是忘了，你是故意的。荒谬！这只是不同市场的技术差异，是国际惯例。惯例，你自己的出准手册写得清清楚楚，同一型号，红组左抗差了12%，这不是技术差异，是恶意减配。天哪，数据真的对不上，这是要咱们的命啊！小江，好样的！够了，一个连学位都没有的中国女工，有什么资格质疑德意志的工业标准？INN 标准 VDE 认证 2UK 检测报告，每一项都合规，你看得懂吗？有谁看得懂？沈厂长，签字吧，别在一个外行身上浪费大家的时间。汉斯先生，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标准0530第41节第3款，您忘了吗？出口型号与内销型号的安全等级差异，不得降低终端使用环境下的设备预期寿命。汉斯先生，你自己公司的标准，你应该比我更懂吧？好你个臭小子，你他妈的骗我！小雨，邵厂长，那个天天被赵师傅骂朽木的学徒，去掉容错模块的电机，在中国电网环境下预期寿命缩短60%，这不叫技术差异，按照你们德国人自己的 DAN 标准，这叫商业欺诈。200万赔偿，汉斯先生。现在该谈赔偿的人是我们。你们以为抓到一个技术漏洞就赢了？从今天起，德方终止与红星厂的一切合作，所有设备维保、零部件供应、技术文档授权全部冻结。全部冻结？那我们的生产线上的德国设备全都要停。没有我们的配件和技术支持，你们这条生产线不出1个月就是一堆废铁。你们赢了今天，但从明天起，你们的工厂会知道，没有德意志，你们什么都不是。停产，那俺们家下个月吃啥？
趴个票！没有杨国托夫，还不吃带毛猪了！姐，我天天学人家梳头夹个破包，到头来连个好坏都分不清。我害了全场，我还有什么脸叫你姐？我不要你再替我兜着了。从今天起，我自己的命自己扛。我从拧螺丝开始，从认卡尺开始。那就学。汉斯，你以为你掐死了红星场，你不知道，你只是点燃了江铁南。汉斯，你掐断了红星场的血脉，我就给他造一颗新心脏。这颗心脏7天之内必须跳起来。我算了3遍，4万块砸下去，铜线只够绕1/3的锭子，硅钢片刚够充长组碟片，绝缘漆一滴没有。至于人手，除了咱俩，就剩蜘蛛网了。7天，没人，没料，没设备。这不是造电机，这是拿命往无底洞里填。填。没我，你那养汉谁来教？这电机外壳的密封，你一个人搞得定？师傅，废话，我关门弟子要给厂子造心脏，我能在家喝茶看戏？搞研发费脑子，没我给你们颠勺，3天就得趴筐。丁师傅、赵师傅，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整个厂区谁不知道你俩跟地鼠似的往城郊钻？当我眼瞎？这谁？我弟。 1万个，每个都得错评，拿铁尺自己量，卧差不能超过1根头发丝，磨不完别叫我师叔。这队伍有点意思。不行，卡哪儿了？转子要开应力槽，宽度0.3毫米，深度0.15，厂里那台老大哥的精度都差着一个矢量量。0.3，这得用什么刀来刻？从外面借台精密机床。7天。 等运过来调试完，黄花菜都凉了。军工刻刀，分毫不差。丁师傅，你到底是什么人？说了，炒菜的。81，军工级精度。这双手造过炮管。坏了，绝缘漆买不到了。 什么意思？汉斯的人把全省的供应商、化工厂，连带废品站的库存都清空了，1桶都没给我们剩，这是要把咱们的路堵死。你那些德国同学还联系得上吗？我试试。Alles besantre mir nu basta haut die Mann rein。他娘的，这小子说的是德国话。搞定了，我让他用3倍的价格，从汉斯死对头的出货单里抢了一批出来。 空运，后天到。你小子，后天来不及，锭子今晚就得进期。那怎么办？还记得这些吗？航空级绝缘板，废品站淘来的那批。特种航空废料，耐温等级比汉斯那批高2个级别，切碎、开炉、重铸。行。320，350，够了，僵住！ 壳子总算焊严实了，就差最后一道，塞进这片垫片，这颗心脏就能蹦了。这个看着也不复杂呀。不行，怎么了？你自己看，公差超了0.08毫米，塞进去，转子一转，3分钟就得磨穿。这精度，非得上数控磨床不可。数控磨床，咱们连台像样的车床都没有，就差这一片。 用老机床硬车一个出来呢。老机床主轴跳动量0.05，垫片要求0.02以内，差着一个数量级，根本车不出来。买呢？汉斯把市面上的精密件供应商全打了招呼，谁敢卖给我们？
什么？姐，我来，用我的手给你当机床。你来，你知道这精度是多少吗？0.02毫米，一根头发丝的1/3，你拿把破锉刀开什么玩笑？10000个螺母，每个根插1根头发丝，我磨了7天，废了不到20个。铁男，你的手伸出来，疼不疼？不疼。姐，让我试，废了算我的，成了算咱们厂的。他的手不抖了，10000颗螺敏喂出来的肌肉记忆，这小子是块铁。姐，好了。多少？0.015，比要求的还高。我活了大半辈子，手工错出0.015。吃饭，10万装机。铁男，这真有把握？该他跳了。核炸。没撒盐，轴承温度正常。天哪，它比德国人的还稳，这声音真好听。听见没有，汉斯？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心脏。离了你们，他跳得更缓。跳了，真的跳了。好啊！厂长，首批100台，合同签了，省供销售的车已经在路上了。姜老板，厂子开张了，我那4万块的投资什么时候给我算股息啊？等我造出第2颗心脏，分你一半。那我等着。汉斯，你说没有德意志，我们什么都不是。现在这颗中国心跳给你看。厂长，您倒是看一眼啊！6个省的订单都追到门口了，再不签字扩产，咱们就得违约了。老李，叫小雨来。叫他来干嘛？这节骨眼上，你这臭小子，还真穿上这身皮了。我这脑子只会跟铁疙瘩较劲儿，算不过市场那些弯弯绕。这往后的路得你来走了。爸，在厂里没爸。我这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该歇了。好，红星厂再也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滚！赶紧滚去干活！是厂长。来了来了，江总来了！什么江总？人家说了，在厂里就叫江工。小子，傻站着乐什么？下午的工程单交了吗？报告师傅，1个钟头前就放您桌上了，分毫不差。我关门弟子开公司了，谁不服？抄！鼓掌啊你！手拍断了算工伤。强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姐开公司呢。我激动个屁！我是替中国制造激动。14号梅花。江师傅，我这地刀人的手艺还没退步吧？都愣着干什么？干活！话多。从湘西的土路到这间车间，从一根铜丝到一颗中国心，这条路每一步都踩在铁上，每一步都烫脚。但我知道，这条路是我亲手焊出来的，它通向星辰大海。